2026年6月17日，美东时间下午2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刚刚揭晓，全球金价在15分钟里跪着改姓了，不是夸张，是真金白银砸在盘面上的数据。GC 等于 F 主力合约6月17日收在 4276.30 美元，盘中振幅 3.82%， 开盘冲高到 4330.90 美元，之后掉头向下，单日回踩 1.26%。过去一周从4215美元到 4276.30 美元，窄幅震荡仅 0.38%。 一句话总结，不是连涨，是高位拉锯，不是创新高，是沃什的嘴把金价按到地板上。市场为什么突然贵？答案就藏在一张图里，沃什手里那张点阵图。沃什是谁？那张点阵图。沃什是谁？5月15日才正式接替鲍威尔，成为美联储第17任主席的狠角色。第一张图，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第一次点阵图。他一张嘴，全球资金就重新洗牌。这一期我要把沃什这一开口撕开的3个数字，一个一个掰开给你看，看完你就知道下半年你手里的黄金白银是该拿住、该追还是该跑。先把背景摆上桌。鲍威尔干了整整8年，市场早就习惯了他那种温柔的画饼大叔风格，点阵图画的温和，发布会回答的圆滑，每一次都说我们看数据，每一次都不给方向，结果就是市场吃这一套吃得太久，突然来一个硬汉，反差就出来了。沃什接手的第一个月就先把4月份的旧账翻出来。4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已经有3位成员对宽松倾向投下了反对票。这3位是谁？市场都心知肚明。沃什5月15日一上任，3位反对票立刻被市场解读成鹰派阵营要从3人扩成4人。更要命的是，沃什在宣誓当天公开承诺，美联储将保持严格独立。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白宫想让我降息，我不降；市场想让我宽松，我不松；通胀飙到3年高位，消费者物价指数最新报告，我更不松。5月15日是沃什的接棒日，也是市场对降息预期的清零日。从这一天起，2026年降息几次这个问题，答案从2次悄悄变成1次半，再变成1次，最后变成了再等等看。所以沃什6月17日第一次亲自主持会议，他的第一张点阵图，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第一次记者问答，3个场合加起来的15分钟，就是把全市场的心脏按在地板上摩擦的15分钟。日内振幅 3.82%， 就是这场摩擦最直接的盘面证据。更不要忘了，这是一个通胀已经飙到3年高位的背景下发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最新报告里，能源、食品、住房、服务业4个分项没有一个回落，核心通胀年在 3.7% 以上，是美联储 2% 目标的近2倍。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沃什如果点阵图还画得温柔，市场会怀疑他是不是被白宫施压了，这恰恰是他承诺严格独立要破除的疑虑。所以6月17日这张点阵图只能鹰派不能鸽派，只能硬不能软，这是沃什的紧箍咒，也是他主动选择戴上的枷锁。3个数字里，第一把刀最阴险。点阵图是什么？点阵图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9位委员，每位对未来3年利率的预期，3点画在一张图上，连起来就是一条市场认为的降息路径。2026年3月份的点阵图，中位值显示还有2次降息。5月份的点阵图，中位值已经悄悄下修到1次。6月17日沃什这一张图，如果中位值继续上修到年内只降息0次，全球资金成本会瞬间多扛1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股，意味着美债，意味着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都要重新被估值一遍。资金成本多扛1年，企业利润就要被利率多啃掉1层。企业利润少1层，股票就要打折。股票打折，避险资金就要往黄金、白银里跑。这就是第一把刀的阴险之处，它不是直接捅向金价，它是先捅向美元信用，再让黄金、白银承接避险的洪流。听到这里，你可能想问了，点阵图和我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你手里的人民币、美元、新台币、港币、新加坡元，只要还在银行账户里躺着，
沃什这一开口就等于给他们加了一个通胀税，购买力每年被悄悄偷走 4% 到 6%， 这个偷法怎么破？答案就是把一部分法币换成黄金白银，但不是交易型基金里的数字，是躺在新加坡仓库里的实物。这里要插一句，如果你是海外华人，想在新加坡免税仓里摆实物金银，我推荐你去看 Bullion Star。 新加坡是全球3大黄金定价中心之一，免增值税，免资本利得税，免遗产税，私人物理保险柜24小时可以提货。这是全世界唯一能让海外华人躺着把真金白银放进新加坡保税仓的渠道，没有之一。第二把刀是 4276.30 美元，这个数字是 GC 等于 F 主力合约6月17日的真实收盘价，把它画在金价的历史 K 线上，正好卡在2025年10月以来的高位区间。但这一刀真正的杀伤力不在 4276.30 美元这个点位本身，而在它背后那一连串的整数关口和日内振幅。 4276.30 美元是这一轮高位拉锯的收尾位。6月12日金价收 4215 美元，6月15日收 4228 美元，6月16日收 4330.90 美元，6月17日收 4276.30 美元。4个交易日，3根阳线，1根阴线，价格从4215窄幅抬到 4276.30， 盘中振幅却被沃什的鹰派讲话拉到了 3.82%， 单日回踩 1.26%， 这根斜率有多平，7天仅涨 0.38%，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盘中波动却被同一天放大到 3.82%， 这就是典型的嘴上鹰派，脚下不动，方向没走多远，振幅却被嘴炮撑开了一个大口子。沃什用嘴把金价按到地板上，按的就是这个日内振幅。现货金的价格同样在高位拉锯。6月17日全球主要现货报价集中在 4327 美元到 4335 美元区间，多家现货报价员交叉验证，与期货主力合约的价差倒挂收窄至个位数美元，说明机构不再像上一周那样疯狂抢实物库存，转而观望沃什。下一句话，这就是第二把刀，它不是一根线，是一整面墙。墙下面有3800亿美元的黄金交易型基金在排队接货，墙上面是投行下半年展望给出的4800美元目标位。沃什这一张点阵图就是那面墙的承重梁。第三把刀最狠，先看数字，根据多家投行的下半年展望，主流目标位给到3400到4800美元，区间振幅高达 41%。 换句话说，从最低点涨到最高点，黄金多头1年之内要走完将近1400美元的过山车。这不是历史回测，是2026年下半年的前瞻预测。但第三把刀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振幅。6月19日周五，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日内瓦签署。这条消息 CGTN、 美联社、彭博社、 VPM 已经多元交叉验证。视频上线后2天，地缘溢价就要直接打入金价。中东一旦确认降温，避险资金会瞬间从黄金白银里撤退，转头去抄底原油、抄底航运、抄底中东基建股。这一出一进之间，金价振幅 10% 是起步价。更要命的是，沃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老牌鸽派5月22日在法兰克福刚刚发表过演讲，坚称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的那位。他5月22日的演讲用一句大白话翻译就是，哪怕沃什要把点阵图拧到鹰派最紧的那一档，劳动力市场也不会给降息窗口。这句话翻译成对金价的影响，沃什点阵图，鹰派加劳动力市场不允许降息等于通胀死扛，等于实际利率高位等于黄金白银，作为对冲工具的需求不会消失，反而被强化。所以第三把刀是波动率、地缘利率三角阵。三把刀不是一前一后的砍，是同时同步同方向的压。怎么办？我的判断是，下半年黄金白银的振幅会扩大，但中枢会被压住。换句话说，蹲下来跳得更高，但跳的高度被沃什的嘴炮盖了一个透明天花板。日内振幅 3.82% 只是起步，下半年振幅 41% 才是全貌。黄金和白银的比例关系也会变，
白银的工业属性更强，新能源、人工智能、算力、太阳能板都在抢白银库存。二季度以来，伦敦金银比已经从92倍快速压缩到62.92倍，白银正在悄悄追上黄金，但还没追上。这是另一个独立的值得专门做一期的故事。最后还得说一个细节，2026年下半年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金。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是连续第8个月净买入。波兰、新加坡、印度、土耳其4个国家是主力买家，合计占了全球央行购金的 62%。当央行亲自下场买实物金条，散户还在交易型基金里做差价博弈，这就是你手里那点黄金的真正对手盘。央行买的是5年、10年以上的战略储备，散户炒的是日内波段的零和游戏，不在一个维度上。基于上面的3个数字，下半年海外华人配置金银，我有4条具体建议。第一，分批买进，不要一次性梭哈。沃什的嘴炮可能在7月份、9月份、12月份分别点3把火，每一次火都会让金价瞬间砸下来 3% 到 5%， 那是你捡便宜货的窗口。第二，实物优先，交易型基金垫后。实物金条、实物银条放在新加坡免税仓里，24小时可提货。交易型基金只能看账面数字，急用钱的时候还要等赎回周期。第三，配比不要单一黄金，建议实物黄金占大头，实物白银占小头。黄金负责抗通胀和抗美元信用，白银负责弹性进攻和工业需求弹性。黄金白银的比例按当前价位建议7-3开。第四，跨洋搬运要趁早，新加坡仓库的库存水位一旦被聪明钱抢穿，溢价会瞬间拉大 2% 到 3%， 越早把金银从美元体系里搬出来。沃什每说一句鹰派的话，你账户里的法币购买力流失就越少。最后再补一条容易被忽略的跨币种结算的实物金银，未来12个月内可能成为新的避险硬通货。当前新加坡仓库里的实物金条多数以美元、新加坡元、澳元3种货币挂牌，但已经有平台开始提供以人民币、港币、新台币计价的实物金条报价，这意味着海外华人未来买金可以彻底绕开美元汇率波动，直接用本币锁定金价。这是另一个独立的值得专门做一期的故事。最后再说一次渠道，如果你是海外华人，手里有一部分闲钱，想换成金银避险，又不想被交易型基金的管理费、保管费、汇率损耗一层一层偷走，我建议你认真研究一下 Bullion Star 这家新加坡平台。为什么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全球3大黄金定价中心之一，免增值税、免资本利得税、免遗产税，私人物理保险柜24小时可以提货。香港的仓库要交印花税，内地的仓库不能私人在境外持有，台湾的仓库流动性最差。综合下来，新加坡是海外华人摆实物金银的唯一最优解。它在新加坡的实体金库是世界上少数能让客户亲自进库看货、亲自提货、亲自搬运的平台。你账户里的每一根金条都有独立的序列号、独立的所有权登记、独立的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鉴定证书。这不是顺口溜，是我自己研究下来最合规、最透明、流动性最好的实物金银渠道。评论区里，如果你已经在用新加坡的实物金银平台，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体验。如果还在犹豫，也可以把你的疑问打出来，比如7-3开的配比在2026年下半年到底合不合适？比如白银能不能在4276美元黄金的环境下跑出独立行情？我会在评论区挑典型的几个回答。咱们评论区见。本期内容仅为信息分享与观点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请独立思考。